说来你们也不相信，我就只是找条网线而已，结果他们的网络就全体瘫痪了。此视频为证，他们网络瘫痪真的不是我干的。这需要维修的是这个拍片机，他们说一夜之间，除了这台电脑还能打开软件外，其他的电脑一概都打不开了。既然这电脑还能正常使用，那么我就查看一下这电脑 IP 地址是多少。我在这里找到了它路由器的后台地址，于是打算进入后台看看什么情况先。没想到输入了地址后，仍是无法访问路由器的后台。于是我打算拼路由器地址的时候，却发现曾有人拼过这个地址。我好奇了拼了下，没想到居然拼通了。那这个地址是干嘛的呢？后期会讲到。我后面又拼了下路由器地址，发现居然拼不通，难怪无法访问后台。然后我又准备下楼看一下楼下的电脑目前什么情况。我随便来到一个房间电脑面前，试了下，软件果然是无法打开的。然后我准备看一下这电脑 IP 地址是多少。在这之前，大伙记得这里，这电脑是有网络的。我看到了电脑的网关和楼上是一模一样的，于是我又用浏览器输入网关地址，看看能不能进入后台。结果这次就进去了，而且进了飞星的后台。然后我又去看了第二台电脑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收获。当我查询 IP 地址的时候，让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。我看到这台电脑的网关和之前两台电脑不匹配，这下麻烦了。这就意味着这个网络里面有2级路由器存在。于是我进入后台看了一下，这网关是哪个设备的，结果进到了 TP 路由器后台。然后我又回到了2楼，查看一下拍片机的线路是接到哪个设备上的。经过我一路的追踪，发现网线是通到这电脑后面的。于是我就把电脑主机搬了出来，但是搬出来后却发现拍片机并不连接到这台电脑上。我后面顺着蓝色线抽出来了一个交换机，上面还有一条黑色的线，原来拍片机的线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。我看了下交换机，看到白色线不亮的时候，故障原因就被我给找到了。原来1楼全部的电脑是靠这白色线访问拍片机的，看来2楼的网络也是靠这白色线提供的，难怪我在这里无法访问路由器后台。那我刚才拼通的神秘地址应该就是这拍片机的地址了，想必这线另一头出了什么问题。于是我就拿寻线仪出来，开始了寻线之旅。我首先来到了1楼，不过下楼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个弱电箱，我看它是被胶布给封住了，我就优先去飞行路由器那边试一下。我找寻了一圈，发现网线并没有通到这里。然后我又回到了楼梯口的这个热电箱，我拆开胶布，打开了热电箱，这里果然有交换机。于是我就开始了找线。结果寻了半天，愣是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又把全部的线给拔了，挨个试了一遍，还是没有反应。看来那条网线也是不通到这里的，我只能把线给接回去了。然后我又问了下前台美女，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网线。哎，美女方便吗？我找不到那条线，所以还有哪个地方有路由器或者交换机？这个地方我找过了，这个地方我也找过了。这是有没有？这里面吗？哎，这个小房子，你看这里面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真不知道在哪里了。你看这里吧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我看了下，这里居然还有这么多网线，于是我又开始用设备寻线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找了半天，居然还是找不到。网线虽然写了标签，但这些标签毫无参考价值。既然1楼找不到那条线，那我就回2楼看看这网线到底是通向哪里的。结果我一路顺着网线，发现它是通向墙壁里面的，那么这个线索也断了。当时我脑海里就突然想到，我翻了2个热电箱，1个路由器，为何偏偏没有见到光猫的影子？对呀，他们光猫肯定还有设备存在。于是我又问了下前台，你这边那个电线的光猫在哪里了？电线吗？电线的光猫在哪里？电线的光猫是什么东西？宽带在哪里？好像以前有人问过，这个开关在哪？那个开关在哪？那宽带在哪里？
我唯一宽带记得就是这里一个。这个是路由器。那个没有吗？那个箱子里面。那个箱子2个箱子我找过了没有？是不是还有一个？这里没有。你去看一下，有睡觉有。然后前台美女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房间，我一进来这个房间，看到这些丢失的监控，就让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在旁边又发现了个路由器，真的是怕这些网络构架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在这里也找了一圈，2楼的线也是没有通向这里的，依旧没有看到光猫的影子。于是他们又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。这边还有一个。我的妈呀，这里也来个路由器，还嫌网络不够乱吗？但是依旧没有看到光猫的影子。难不成这光猫长腿不成？只要它在，就没有找不到的设备。于是我里里外外把每个角落都翻了一个遍，结果还真的是找不到这光猫。但是有个地方很可疑，我早对这里面怀疑了很久了，这里面肯定藏了光猫。于是我准备打开门进去好好检查一番。哇，好帅呀！大伙别看了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真的啥都没有。后面实在找不到光猫，他们电话打了好多个，终于问到了光猫的真正位置。这个就是靠近厨房那个，这个。那个不是你们放医疗垃圾吗？藏在里面，那不是后面有个后门吗？然后缩进去，里面不是气泵吗？现在不是在另外那边是吧？不在另外那个厕所那边是吧？是在医疗垃圾那边。对，就是医疗垃圾那个，不在厕所，哪里在厕所？哦，在里面。看到不？看到了。看到了，那你先忙喽。我进来后，果然在光猫旁边再次发现了交换机。于是我用寻星语找了下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2楼的线居然也不是通向这里的。那这条网线到底通向哪里呢？3台路由器，4个光猫都被我找到了，唯独就找不到这条线是通向哪里的。就在我一直埋头找线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他们网络就突然全体断网了。刚才的网络还好好的，我可是啥都没干哦。得了，拍片机还没有修好，现在改成先修网络了。我来到了主路由器旁边，看到了万口的灯忽亮忽灭的。由于这个镜头没有拍到，我换一个镜头，大伙注意看，这种情况不是路由器坏了，就是网线坏了。但是不管哪个坏都是要命的，要是路由器坏的话，说不是我干的，他们也不相信啊。毕竟我过来之前，他们网络是可以用的。要是网线坏的话，那就更惨了。一般网线断了1、2星还有的救，他这里直接来了个4星，那还救啥哦？准备跑路吧。但是小胡我像是跑路的人吗？我只能回到光猫旁边重启试一下。结果重启完毕后，万口的灯彻底没有反应了。这种情况我想一下，不管是设备坏还是网线断，怎么算都亏啊。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家里还有急事，让他们找下其他师傅过来修一下。至于后面来的师傅，希望你自求多福吧。这一期是姐姐一家宠物医院的网络卡顿问题，这期比较特别，我呼吁大家更详细的讲解我的解决网络卡顿思路。其实大多数网络卡顿与设备性能和怎么接线有关，并不是光靠电脑调试就能去解决问题的。想解决网络问题，就必须要来到他们的机房，我得看看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设备支撑整个网络，毕竟那边是网络源头，我们要确保网络源头没有问题。如果一开始源头网络就已经卡了，你再怎么优化也白搭。我一进来到机房就看到密密麻麻的网线，这也在我意料之中。大伙不要被这些网线所迷惑，尽可能的不要去管这些线，跟着我的思路，我只需要知道哪个是主路由就对了。什么是主路由？如图所示，第一个连接光猫的路由器，我们称它为主路由，它是负责全局网络的，所以必须要找到它。我顺着光猫上的网线一路过去，发现是接在这个设备上的，那么这个就是主路由了。主路由上面接了3条线，除了光猫用了1条，我要搞清楚这2条是干嘛的，没准这2条网线是拖慢网速的罪魁祸首呢。我顺着其中1条网线一路追踪，发现它是连接一台电脑上的，至于另一条网线是接在这个小交换机上的。但是这小交换机4条线是通到哪的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到了这里，我知道主路由的线路这样接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但是交换机上面的线路我就不敢保证有什么问题了，因为错误的接法会导致整个网络有着天差地别的体验感。一会儿你会在视频中期就看到错误的接法。我在机房里面还发现另外一个交换机，这个交换机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是给监控用的，因为它是 PoE 交换机，看它的上脸口只打4星，另外4星是接光猫的电话接口，那么他们的录像机一定放在前台。我来到前台，果然找到这4星的网线，
另一端事先用接线纸接上了电话线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前台居然还有这么多交换机和网线。那么我就要继续摸清楚他们前台的线路了。首先从电脑开始下手，我需要查一下前台的电脑的网关是什么，这点很重要。我就怕它经过多个2级路由器获取的网络，因为网络每经过一台路由器，都会增加网络卡顿和断网的风险。好在我查询到这电脑的网络是主路由器提供给他的，那我脑海里就很清楚了。他们的线路应该是这样的：主路由经过这个小交换机，然后再经过这些交换机才到电脑的。我看了一下，他们交换机属于手拉手方式相接，这样接法存在弊端的。如图所示，这样接的话，交换机要承受上一级全部交换机的数据，还要承受自身接口的所有数据，这样会导致小交换机工作量太大。一般小交换机的性能比较差，如果你路由器或者电脑正好接在上面，可能会导致你的网络卡顿的厉害。正确的接法应该是像这样，跳过这些小交换机，直接接到性能比较好的核心交换机上，这样网络才不会卡顿。我还在他们旁边发现了一个2级路由，上面只接了一条网线。很显然，这路由器只是单纯做 WiFi 用的，并不参与其他网络。要是这个路由器接满了线的话，你就要去管了，因为接2级路由器的网络会经常发生卡顿断网的情况。接下来我就要排查他们的2级路由器和电脑是接到哪个交换机了，这点很重要。我首先从路由器开始，我拔掉网线，再看交换机上面的灯，如果灭了，就是这条网线。真是说啥来啥，路由器偏偏接在这个工作量最大的小交换机上，这能不卡吗？然后我又得找这电脑的网线是接到哪个交换机上的，由于电脑主机在里面，我不方便拔插，只能通过拼网关的方式检测了。拼的网关后就开始拔线，我首先拔最上一层的交换机主线，如果出现超时，那么电脑的网线就接到这个交换机上，如果没有超时，我就接回去。很显然我拔了，它并没有超时，那么我就开始拔第2层的交换机主线了，结果显示超时了，我的天！电脑的网线也接在上面。要知道，目前这个交换机正在处理大量的监控数据的同时，还要处理你的网络，这能不卡吗？我把路由器和电脑的网线接到24路交换机上，这样网络就不需要经过这些小交换机了，直接把数据送到电脑。之前他们延迟是100多毫秒，我改变了这种接法，就变成了延迟30毫秒，就是这么把网线的位置换了一下，网络的体验感是天差地别的。前台的网络优化完毕了，接下来就他们网络最卡的房间了。这个房间有5、6个设备是需要 WiFi 联网的，所以他们这个房间单独有个路由器，但是我发现这路由器的网线是没有接任何设备的，他们的网络来源居然是中继模式接收的网络，这肯定不用说了，卡就对了。好在他们这边有一条网线是从机房过来的，那么我就把网线插在路由器上，然后关闭路由器的 DHCP 接烂口，把它当一个廉价的 AP 使用，效果不知道比之前的中继模式稳定多少倍。当我设置完后测下数，结果发现只有10兆，这就奇怪了。开始我也是这个路由器问题，我就跳过这路由器，把网线接在我的电脑上测试，结果也是10兆。那这条网线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只有10兆的网络，我只能用寻线仪查它线路走向了。好在运气很好，直接找到这条线是接在这小交换机上的。我用电脑接这小交换机上测试，宽带居然也是一样的10兆，我的天，这也是很少见。这个交换机的网络源都是主路由，我一样用电脑接这主路由器上测了一下，我擦，居然也是10兆网络！原来他们网络卡顿最大原因在这里。其实我一开始就该测试这主路由的网络是否正常的，当时我疏忽大意，导致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。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？大伙是不是觉得我是这样调试优化网络的？实际上我是这样优化网络的，因为这种问题和调试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给设备重启后，我再次测试网速的时候，果然提升了不少，先前的10兆变成了100兆，就这么简单。网速足足提升了10倍，他们的线路接法我已经最大的优化了，不过以后该卡的还是会卡，毕竟设备的性能就摆在那边。其实我一开始就给他们提供2种方案，第一就是换性能比较好的设备，第二是不换设备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优化网络。他们选择第二的时候，我是不怎么想优化的，但是为了素材，我还是选择了优化。其实还有大量的细节我没有讲到，如果这期播放比较好的话，我以后的视频会讲得更详细，所以你们的点赞和评论对我来说至关的重要。